伊朗还是认怂了。面对美军的封锁和即将结束的停火期，伊朗的身体很诚实，一边找替代港口，一边透露口风，可能会接受美国的谈判方案，只是嘴上还要继续犟，拿波斯湾、阿曼湾和曼德海峡来威胁美国。美国也没惯着他，反手继续加码制裁，顺带一起收拾俄罗斯，掐断两国的石油豁免。俄罗斯好不容易回波血，这下又要直面惨淡的经济仗了。与之相反，乌克兰喜提多国援助大礼包，防空力量再次得到加强。伊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服软？他又能在谈判时退让到什么地步？伊朗这个国家天塌下来都有嘴顶着。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给伊朗提了一揽子方案，却希望伊朗全盘接受，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做法不符合谈判逻辑。这话乍一听似乎挺硬气的，但狐狸军仔细一看，不对，完全不符合伊朗过往的作风。但凡了解一点伊朗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伊朗的做派，只要有一分不愿意，他又能表现出10分的强硬。然而这样的伊朗面对美国递来的谈判方案，竟然只是说不会全盘接受，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伊朗认清现实了，仗打到这个地步，协议的主体肯定要按着美国的意思走，但是全盘接受太丢人，所以要给美国暗示一下，哥再商量商量，好歹给一点讨价还价的空间，别让我太丢人。服软归服软，但他们还想挣扎一下，试图在跪着的时候挑个舒服点的姿势。所以巴加埃在发言时，一边表示铀浓缩的程度和类型还是可以谈的，另一边嘴上还要无理地喊着我们伊朗要保留铀浓缩的权利。到这里，伊朗的真实底线已经呼之欲出了。他们清楚暂停铀浓缩活动已经是躲不掉的，但他们希望把美国提出的20年暂停期大幅压缩。之前提出的5年已经被明确拒绝了，下一步应该就是再松松口，比如伊朗暂停10年，换来美国对制裁的松绑，这样对内也有个交代。他们可以说伊朗大赢特赢，然后让经济好好喘一口气，也换一个政权不倒台的机会。这样的话，没准几年后还能卷土重来。当然，伊朗也不甘心就这样被美国按在地上摩擦，所以聪明的伊朗一拍脑门，拍板叫嚣，不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吗？我们伊朗也封，曼德海峡就决定是你了。此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就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叫阵，海上封锁伊朗，曼德海峡即将登场。那时候只是他们在喊，伊朗官方还在装死。没过2天，军方下场了。据 CNN 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那么伊朗武装力量将不会允许在波斯湾、阿曼湾和红海继续进行任何进出口活动。伊朗军方的意思很明确，美国不解除封锁，他们就把这笔账算到红海头上，封锁曼德海峡。伊朗根本做不到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在红海的威慑全靠胡塞武装发出这样的威胁。但是胡塞武装如果真的能把曼德海峡封死，早就动手了，还用等到今天？伊朗很喜欢拿这张牌做底牌，似乎很享受这种拿捏全世界航运的感觉。问题就算是底牌，这张牌也已经打了无数回，回回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起不到什么作用，光听都要听烦了。有意思的是，在发出威胁之前，伊朗还搞过一波精神胜利法。据法新社报道，德黑兰瓦纳克广场上竖起了一块巨型广告牌，上面赫然写着霍尔木兹海峡永远在伊朗手中，特朗普什么也做不了。这块牌子挂出来的时间恰好是美军封锁令生效的当天，伊朗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全世界，霍尔木兹海峡我说了算，你美国的封锁就是个笑话，然后就被现实狠狠打了脸。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宣布，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已全面实施，不到36小时内，美军已完全切断了伊朗海上进出口经济贸易。到了15日，他们进一步宣布，封锁开始后48小时内，没有任何船只成功通过美军防线。9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在美军拦截下也乖乖掉了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虽然有超过20艘商船在封锁后24小时内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他们的目的地均非伊朗港口。也就是说，美国说到做到，只针对伊朗，与伊朗相关的海上贸易确实被锁死了。美国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为伊朗算了一笔账，美军这次封锁每天给伊朗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4.35亿美元，其中出口损失是每天2.76亿美元，进口是每天1.59亿美元。如果封锁1个月，算下来就是130亿美元，这还没算战争损失。虽然这些数据还是估计，具体的损失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伊朗的反应已经能说明一切了。首先就是找备用港口。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财经部长紧急指示启用南部港口以外的战略替代港口来进口必需品，号称要突破敌方海上封锁。伊朗运输和物流联合会顾问还站出来打包票，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北方港口的运力完全可以满足国家需求的。
虽然南部港口运力下降了，但是不会对货物供应造成干扰的。听起来挺有底气，但一个简单的事实摆在那里：伊朗90%的对外贸易走的是海路，其中绝大部分经过南部港口。如果南部港口这边真的没有受到大影响的话，那么干嘛要启用替代港口？就算启用北方替代港口，这些替代品的基础设施能撑起全国供应吗？所以很明显，这一招摆出来纯是心理安慰。无论怎么看，伊朗想要凭借北方港口来突破美国的海上封锁，都是天方夜谭。第二招更搞笑，据 CBS 新闻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下令全国边境省份的省长们动用被授予的特别权力，来消除海上封锁威胁，并确保敌人在这条战线上失败。听上去也挺唬人的，又是特别权力，又是消除海上封锁威胁，仿佛伊朗边境省份的省长们个个都成了战地指挥官，一声令下就能把美军舰队赶出波斯湾。然而这项指令里有一个致命的细节，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省级当局如何实际应对或缓解封锁威胁的具体细节。莫梅尼下达的那些指令跟没有指令也没有什么区别，一是扩大边境贸易，命令边境省份加强与经济、农业、交通部门的协作；二是简化贸易流程，加快必需品的进出口速度；三是利用伊朗超过8000公里的陆地和水陆边界，这是反制封锁的主要工具，以免国家彻底被孤立。翻译成人话就是海路被堵了，你们这些边境省份多走陆路，多从邻国买东西，手续能省就省。反正命令在这里摆着，至于具体怎么干，我们也不知道。口头权力给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吧。这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但凡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海上封锁这个事只能在海上解决。你让一群管着陆地边境的省长去消除海上封锁威胁，专业完全不对口。他们能做的也就是通过陆路维持一些基本的贸易往来。然而伊朗的陆路邻国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可都没有表现出来要配合伊朗突破封锁的意愿。伊朗指望陆地边境能帮自己抵消海上封锁的影响，完全就是自己单相思。更讽刺的是，伊朗估计也看清楚了美国封锁的决心，一边出着乱拳，一边在考虑另一个选择，干脆我们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吧。据彭博社报道，伊朗领导层正在认真考虑暂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给出的理由也很合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这一招已经彻底表明伊朗的态度了。其实面对美军的封锁，真正的破局之道只有一条，派海军出去跟美军正面硬刚，把封锁线彻底撕开，这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问题是伊朗有这个能力吗？伊朗有这个胆量吗？美军在这片水域部署了10几艘军舰，伊朗海军有什么？难道要靠快艇和水雷去打这些军舰吗？最重要的是，只要他们敢对美国舰队开一枪，所谓的停火协议瞬间就成了废纸。美军等这个借口已经等了很久了，那时候封锁当场升级为摧毁，伊朗那点家底还能支撑他们撑几天？所以这一局里，伊朗所有的反制都是虚招，在各种手段里打转，唯独不敢碰军事选项，不敢和美军硬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要保证谈判的顺利进行。伊朗对谈判的迫切需求不言而喻，只是都到这种时候了，还是喜欢端一下姿态，才有了所谓的威胁。和伊朗打了这么久交道，美国自然清楚伊朗的性格，特朗普也不是这么容易被糊弄的人。这一次出兵，他们要的就是彻底打疼伊朗。那伊朗老是这么嘴硬，可不太行，服软就要有服软的态度。于是伊朗又为自己的嘴硬付出了代价，他们期盼的解除制裁，非但没有曙光，反而又被加码了。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的公告，美国宣布对伊朗石油运输基础设施领域加大施压，一口气把超过2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列入了新的制裁名单。财政部这次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伊朗石油运输巨头沙姆哈尼所运营的网络，这20多个实体背靠的就是沙姆哈尼。这个沙姆哈尼也不是普通人，他老爹是阿里沙姆哈尼，革命卫队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在2月28日那一轮空袭中身亡。小沙姆哈尼背靠老爹，专门靠着一批表面合法的企业来帮伊朗偷偷往外运石油。整个沙姆哈尼家族控制着将近40艘油轮，遍布全球多个司法管辖区，其中一艘挂着莫桑比克国旗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光是2025年初以来就给伊朗运了超过300万桶液化石油气。2025年的时候，美国就对沙姆哈尼网络进行过一次制裁，那次制裁高达115项，现在很明显继续加码。更狠的是，这轮制裁覆盖范围之广，应该超乎很多人想象。据美联社报道，被制裁对象并未局限于伊朗本土，还涉及阿联酋、马绍尔群岛、印度等地的公司和船只。与此同时，此前为了抑制全球油价，针对伊朗石油推出的豁免措施也不再续签。这笔豁免曾允许大约1.4亿桶伊朗原油抵达全球买家，相当于给伊朗留了一个短暂的回血窗口。现在伊朗别想要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毫不避讳，将这一系列行动称之为经济怒火，
显然就是在配合海上封锁，一边掐住你的命脉，一边封住你的钱包，看你还怎么硬气。留给伊朗喘息的时间还真的不多了。据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透露，在这40多天里，美以的联合打击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700亿美元，摊到每个伊朗人头上，人均损失超过3000美元，而这还是初步评估。纽约时报和美国智库的评估则把数字直接拉到了3000亿美元以上。要知道，在这些年，伊朗每年的 GDP 也就4500亿左右，短短40天，伊朗大半年的产值都蒸发了。现在又加上制裁，再不谈判，伊朗真的要死了。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伊朗除了配合美国，争取美国有限让步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除非他们真的想迎来美国的彻底摧毁。伊朗这边不好过，他的好兄弟俄罗斯也没好到哪里去。对美国来说，收拾俄罗斯也就是顺手的事儿。伊朗的石油豁免都没了，你俄罗斯的豁免还能保住？在美伊开战的时候，俄罗斯狠狠吸了一次血，3月石油出口收入将近翻倍，达到约190亿美元。接下来也别想着靠这个继续回血，普京又要盯着账单继续发愁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又收到了大笔入账。据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宣布，第34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乌克兰一举筹集了超过65亿美元，其中超过55亿美元专门用于加强防空系统和无人机能力。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更是在会上甩出了一张王炸级别的承诺，北约成员国2026年将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且这笔钱将是欧盟900亿欧元贷款之外的额外拨款，重点就是3件事：防空、无人机和远程弹药。具体到各国，他们的承诺一个比一个硬核。先说德国，德国承诺投资40亿美元，专门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另外再掏6亿美元用于发展中远程打击能力。在装备方面，德国将提供数百枚爱国者导弹，分4年稳定交付，同时增援额外的 IRST 防空系统发射装置。英国的出手同样不含糊，据英国国防部4月15日声明，英国宣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援助计划，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至少12万架各型无人机，而且部分交付工作已经开始了。泽连斯基确认，挪威拨款5.6亿美元用于为乌克兰旅机部队配备基础无人机，另外再拿1.5亿美元建设后勤枢纽。荷兰拨款2.48亿欧元，全部用于无人机采购。西班牙通过 SAFE 计划提供2.32亿美元，同时额外提供爱国者导弹加强防空。比利时更是来了个3连发，向捷克弹药倡议拨款8100万美元，向德国防空倡议拨款8100万美元，向无人机联盟拨款9200万美元，同时还支持 F-16作战，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制裁。加拿大向 NSATO 基金、捷克弹药倡议和关键工程设备分别提供了1500万、4200万和1700万美元。立陶宛则为捷克倡议和 POIL 项目贡献了3900万和2900万美元，还提供装甲车辆和伤员康复支持。爱沙尼亚则向 POIL 计划捐赠了1300万美元。甚至这一串的援助还只是开始，因为下一轮会议计划在6月召开，届时将有更多国家加入援助行列。估计普京已经坐立不安了，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已经够强了，这一波又一波的援助竟然还加强防空，非要把俄罗斯的所有弹药都拦下来才甘心吗？其实这还真有可能。4月15日至16日，俄军共发射了44枚各型导弹和659架无人机，乌军击落或压制了667个空中目标，其中包括19枚 K1011巡航导弹、8枚伊斯坎德尔 MS400 弹道导弹、4枚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以及636架无人机，拦截率高达 95%。真正命中目标的只有12枚导弹和20架无人机，其余全部变成了一场烟花秀，而且射向基辅的导弹全部被成功拦截，无一漏网。这样的防空能力，接下来还要继续加强，到时候的俄罗斯还能靠什么？只能说伊朗和俄罗斯都应该醒醒了，对面站的对手根本打不赢啊！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伊朗会做出怎样的让步？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